比方说有的人会说，其实结婚那么久我也都很乖，你需要什么我都会给你，但是呢我现在已经到了40几岁了，我很希望可以有一点点自己的空间。对，那他的另外一半听到就说，所以你现在是希望有自己的房间吗？嗨，欢迎来到人生解构方程式，我是节目主持人 Jaco。 大家好，我是助理主持人香云。这是一个畅谈情绪、人际沟通、伴侣沟通以及自我成长的频道。我们会在每个礼拜五的下午5点呢正式上片，所以如果对于相关议题感兴趣的朋友，欢迎可以订阅我们。我们也会因为这样呢持续去推出更好的内容给大家哦。好，那今天这一集我们要来聊聊5个会让感情呢原本很好，可是到后来有可能出现裂缝，变得越来越难沟通的可能情况。如果我们先不谈有没有出现背叛的行为，我们谈的都是正常相处的情况下，是什么会让2个人到后来变得越来越难沟通。那我们整理出了5个原因，我们在听的过程呢都可以邀请大家可以去思考看看有没有自己遇过类似的题，或者呢现在正是别人这样对你哦。好，那我们就开始来谈第一个。第一个是2个人说的是同一个词，但是理解的是不同件事。我如果是听到这一个情况，我第一个先联想到的就是我们之前有一集在聊说，有的人会误把理解当作是认同，所以这个比较容易出现的点是，今天我在跟我的身边的人沟通，很有可能我今天使用的理解啊、支持啊、尊重啊，我在讲的都是用这个名词去代表，但是其实对于对方来说，他不一定知道这个词的具体意思是什么。我举一个比较轻松的好了，比方说有的人会说，其实结婚那么久我也都很乖，你需要什么我都会给你，但是呢我现在已经到了40几岁了，我很希望可以有一点点自己的空间。对，那他的另外一半听到就说，所以你现在是希望有自己的房间吗？所以我们现在是要分房睡因为一开始他是就先讲了空间嘛，对不对？可是这个词他没有先把它定义清楚，造成了另外一个人他就想了另外一件事啊。可是实际上他想要的那个自己的空间是，他很希望自己可以出去独旅一次。就1个月，不要带家人，不要带小孩，他很想要自己出去独旅。所以你有没有发现，他如果一开始就说我想要出去独旅，虽然说2个人可能都会生气啊，不然你讲哪一个都会生气，但是有可能你只讲说空间的时候，那个解释的范围很大，对不对？对，所以我们再谈回来，生活当中2个人每次在对话，有没有在针对自己使用的这一些词去做更多具体的表述？因为这个是第一个容易造成误解的地方。可是我觉得第2个比较重要的是，如果我今天希望我的另外一半是愿意支持我的，可是呢在我心中这个所谓的支持是，不但我去做的任何决定你都要可以在想法上面支持我之外，甚至呢你要付诸实际的行动。对，比方说如果我今天是花钱去上课，所谓的支持就是你要载我上下课。这也是一种。对，或者是我今天想要去开一间店，所谓的支持就是你要投资资金给我。对，可是呢有可能对另外一半而言，他会认为如果你今天真的要去创业，真的要去上课，你打算要做这个决定，我是可以支持你去做。但是呢以着我现在的收入，我可能最多只能 cover 家里，我没办法再多拿钱给你。有的人的支持他就是不反对就等于支持了。对，有的人是这样。可是对于另外一个人是不够，对不对？可是这里就会出现一种情况，就会变成是2个人各说各话。对，一个人会在批判另外一个人说，我觉得你根本不支持我，可是我已经做到了。对，可是另外一个人会觉得是我有支持你，只是我的支持方式在你的心中没有达到你的标准。但是呢今天只要是判断了对方是没有支持他的这一个人，他很有可能在接下来跟对方的相处，他会产生一种敌对的心态，带着气。对，他会带着气。对，所以呢原本关系还不错，可是到后来为什么越来越难沟通？他的起点是2个人对于相同的词的定义不一样。
而他们没有去对齐彼此的标准。第二个是因为这个点往后延伸的这一个敌对的心态，因为其实对方是有支持，只是标准不一样，可是我相信的，我的判断是你这个行为就叫不支持我，因此呢，我的另外一半如果不支持我，那我还有需要对他好吗？对，我还有需要再支持他吗？对，我是不够被爱，我是不值得被爱，冤冤相报。对，那当他进入这样的心态的时候，你觉得两个人后续好沟通的几率会变高还变低？变低，其实相对就会变低，因为他有一个气节在那边，所以我觉得第一个真的比较容易去发现而且立刻调整的，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两个人使用的这一个词有没有去交流彼此的定义，而且呢不要偏重某一方的看法，因为两个人在一起有时候最害怕是只能以某一个人的标准为主，对，因为在这样的标准底下呢，另外一个人他就必须要很像打电动这样的吗？不断的去找下一个地雷在哪里，对，下一个关卡在哪里，他就要一直这样找，那就相对比较累哦。那第二点呢，是越亲近的人呢，说话就越不在意包装。可是很近的人其实就不用包装啊。对啊，就是要标就标好像很多人都这样，对不对？就是要电，一定要把它很像电镀电到亮晶晶这样，是也不用。因为我曾经也是那种，我会认为今天因为关系很近，如果我讲话还需要包装，需要去修饰，那就代表你不是我自己人。对啊，而且如果说已经很亲密的关系，比如说老夫老妻，你突然客气起来，我会觉得你今天怎么了？你是不是要刻意拉开那个距离？比如说很抱歉造成你的困扰。这个应该是在吵架的时候吧。因为如果这个是开玩笑应该还好啊。没有，就很正式的突然说很抱歉造成你的困扰，这样子我就想说你干嘛讲话在那边给鬼给鬼。好，因为我刚想到的是，如果说他今天是不小心走路然后撞到你踩到你的脚，然后他说对不起是我太莽撞了，那这个确实讲话就很包装，但是应该还算好笑。可是呢，我想要谈回一个比较关键的点。我在想啊，这一个情况应该是想要去探讨那一些，因为关系很近了，所以我就用我自己从小时候到长大，我的生长背景带给我的这种说话习惯，我就完全只用那个说话惯性去对待身边的人。对，因为越亲近的人，我们越觉得安全，越觉得这个关系是不会断的，所以很有可能我们在给想法、给建议的时候是很快、很直接的。我觉得你哪边没做好，我就直接讲，对不对？可是呢，我们这里就要留意一个点是，我们今天的这一个说话惯性，就算再安全，如果在对方的世界，这个就是一种否定的说法。那聊到这边，你们觉得我们有没有需要改说话的方式？我如果想要关系是好的话，应该要以他舒服的方式去调整我说话的方式。但是这边有一个问题是，那我这样会不会变得我要想什么之前我都要小心翼翼的，不要去踩到他的雷啊？我觉得或许也没有到那么极致。最大的原因是因为可能你像我们开课开到现在，探讨的题也多了，对不对？我后来发现的是，确实有些人的说话习惯呢，他是语言当中带有的否定感是蛮强烈的，只是他不一定有感觉，在他的生长环境很常听到这样的说法。对。可是呢，当他用这套说法去对别人的时候，因为他心里的感觉是我在我家都这样，我对很熟的家人就是这样，因此你现在是我的家人，所以我对你也必须要这样。但是呢，他的那个语言的攻击性，可能在对方的耳中听起来就是比较刺耳。所以这个时候，如果对方有跟他说：“我觉得我不是很喜欢你这样给我建议的方式。”然后这一个人如果再回他说：“没有啊，我如果对你讲话来包装，就代表我不是把你看成我的家人。”那我们如果是以这个情境来探讨，你觉得换成我们是那一个人，我们的感觉怎么样？非常不好。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要带给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思考是这样：第一个是，如果我们语言当中是可能隐藏有攻击性的，那我们就要意识到这已经不是亲不亲近，对方得接受的事了。
我打比方说，有些人的说法是这样可能他们要一起出游忘记带东西，其中一个人忘记带，可是另外一个人的说法是怎么会连这个东西都忘记带？那刚刚的这样的说话方式，香米你觉得会很难听吗？我觉得其实还好，对不对？其实我觉得还蛮常见的。可是重点是这样，刚刚那句话，如果我们是听的人，感觉怎么样？会不会有一种很像直接被骂的感觉？甚至呢，那一个当下，假设是他们要一起出去，可是要出去之前，另外一半是这样讲，很有可能听的那一个人，我先说听的那一个人忘记带，这个是他行为责任，这个没问题。可是如果因为我认为我跟你很亲近，因此你没做到该做的事情，我使用刚刚这样的说话方式是很正常的。对，而忽略了对方可能因为这句话产生的负面感受，会不会很容易这样的事情就一再发生，我们都没感觉？我突然想到一个例子，有一对夫妻，然后他们就是备孕很久，一直在想要有小孩子，女生就是比较天真浪漫，比较耍耍，男生就是很拘谨，然后有条有理的这样。有一次他们一起出去吃饭，然后可能因为停车的关系，然后女生可能犯了一个小失误这样子，这个男生他就说，你这样子连这种事情都做不好，那你还想当什么妈妈？哇，然后哇，这个男生可能会觉得说，他讲这句话可能他不觉得怎么样，可是对女生就很伤。这个很伤好不好？对，因为第一个是我觉得如果是这样，这个女生可能心里还会有一个担心，是因为她仍然有当不成妈妈的几率。对。可是她有想要当妈妈的心，但是她都已经在 care 这一个点了，然后戳到她的痛点。对，然后对方又讲出这样的话，我觉得这一个例子真的是很适合拿来代表我们探讨的这一个情境。对，就是今天就算是很亲近的人，就算你表达你的想法，可以坦诚，都不代表我们能够一直用带有伤害性的言语去跟对方沟通，而对方也真的因为这样感觉到不舒服了，我们仍然无视这一切，我们只相信一个准则，就是我对待亲近的人，就是这个样子，对，所以其实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把第二点放在这一集的主题里面重点探讨，是因为有些关系它能够从好慢慢变不好，对不对？它的过程往往都会伴随着有一些伤害重复在累积，而有一些失望不断在发生，而当有一天有一个人反复被伤害，失望不断堆叠，到最后终有一天他会突然心里浮现一个念头，就是够了，不要了，对不对？就是这样。好。那第三点是争论的内容往往都是我们真正问题的替代品。这一题有点深了，大师可以稍微说明一下。就是吵架的那个事件好像只是表面，吵的都不是最根本要解决的问题。我想到一个，是有一对夫妻，就是蛮年轻的，30出头岁而已。那他们算是2个人工作发展都不错，而男方家里有矿，所以他们在结婚几年之后，男生的妈妈就说，我看到一个房子不错，这个可以投资可以买，你就买，头期款我会帮你付一些，之后每个月的房贷我也会帮你分担一点，可是剩余的你跟你太太要负责这样。你们就把这个当存钱，男生就觉得OK 反正现在2个人的收入其实都还可以存钱，即便付了这一个还撑得住，而且他妈妈还会帮忙分担，他很相信他妈妈的投资眼光，所以他觉得那个房子如果放的时间久了之后，当房贷差不多缴完，其实2个人的下半辈子这个房子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资产，就不用愁了这样。可是他的老婆就觉得说，哇，我现在都对我自己的工作还没有那么有信心，虽然说现在发展还不错，可是我的每个月的收入是靠接案子，所以我其实没有那个把握是过了几年我的生意仍然会越来越好。对，所以这个女生的心理的想法比较接近是说，我比较希望的是不要压力那么大，你看能不能房子赶快卖掉。而他们2个的这个对话在争执的点，一个在争执什么？买房是一个很好的决定，对于我们2个的未来都好，而且家里的人是可以帮我们分担，我们现在只要持续发展顺利就付得起。可是女方的想法是，我希望房子赶快卖掉，因为房子不卖掉，我现在完全睡不着。所以这一个他比较可以去
代表我们刚刚讲的那个意思，他们两个表层在争执的事情是房子要留还是要卖，对，可是实际上底层真正在探讨的点都是安全感。先生想要有经济上的安全感，以后有一个房子，有一个资产，然后对老婆她的不安全感是来自于她自己的工作不是很稳定，所以她对怕她缴不起。对，所以其实太太真正 care 的是这个房子每个月要付的这些钱，万一有一天她撑不住，对，那她想到这件事她会很痛苦，所以她第一直觉想到的方法就是什么是痛苦，就先把痛苦拿掉。对，可是其实在沟通当中很容易遇到两个人只在吵表面的事件，就是因为当中其中一个人提出来的策略是想要直接把某一个东西拿掉，变成没有探讨的空间。所以我觉得这一题真的要去沟通了，应该不会是到底要不要卖房子，而是针对那一个心理需要去确认的安全感，需要拿回来的安全感，或者降低的焦虑感，以这两个人的想法共同来讨论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安排。因为如果是以着这个角度来探讨，是不是两个人还有机会继续沟通，而且是在探讨怎么做有机会找到双方都还可以接受还可以承受的风险的强度，以及呢可以努力的方向，对，所以我觉得如果今天是能够不要只吵表面的事件，而是我们可以针对每次我对一件事情在不满，我想要立刻让什么事不要再发生，或者什么东西要拿掉，当我们心里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你就记得很有可能你的这一个策略在于对方的眼中刚好是一个他不能接受的事情，因为他可能认为不会那么严重，或者他觉得没有必要这样，因为这背后可能有他要的机会。而我们要做的事就是你要知道说，我们如果想要沟通类似的题，你想到的第一个策略一旦对方是不接受的，你就要记得你下一次再跟他沟通，你真正要跟他去聊的反而是你希望做这个改变，你希望跟他协调的事情背后是因为你处在怎样的心情状态。比方说你是处在不安全感，处在焦虑，而这个焦虑的来源又来自于什么，而你比较可以接受的是什么，对，而你真的也不能承受的是什么，而当对方理解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先以着这个部分的内容来讨论，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对方比较有机会跟你聊，因为他买房子本身也是为了这个家，也是为了你跟他日后比较长久的财务规划，对不对？所以当他的考量当中是有你的，你用这个点来探讨，他反而就是一个两个人可以去经验，即便想法有这么大的不同，都还是可以以着双方心里所需要的来探讨，而不是只剩单一解法。那第四个呢，是关系里面有一个人长期是主动适应对方，可是另一个人却毫不知情。哇，这个听起来就有点小辛苦欸。人家说的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吗？是这样子吗？这句可以在这里用吗？那你应该是愿打的那一个人。不要这样定义我。拍手。我觉得这个主动适应这个词其实讲的蛮好的，因为它并不是一种讨好，它没有用讨好这一个词来替代。对，这个主动适应，我们先姑且把它当成是他比较能够去因应周围的人事物，然后去找出相对应比较适合的相处方式。那当他后来跟一个人交往了，他也是比较习惯的去观察这一个人的喜好、情绪变化，因此呢，他算是服务精神比较好的一个人，对。可是为什么这一个明明讲起来其实都不错，可是他却有可能造成两个人的关系可能到后来沟通上也会变得不好沟通？我觉得他有两个小的风险。第一个风险是因为我都是主动适应的那一个人，而且我一开始就主动适应他，那是不是代表对方比较容易没有察觉？对方只会觉得相处起来很舒服，对，就是他都会知道我的喜好，他都会知道什么时候就不要跟我讲，他就会知道什么时候要闭嘴，所以他就会开始享受这样的好，直到后来变成怎么样？因为一开始是这样，而如果主动适应的这一个人到后来他有点心累了，因为主动适应身旁的人不代表他没有需求没有想法，不代表他不需要被关心，可是呢，当对方就适应他的这一个好，
一旦界限定在那边，而他长期一直累积的这一个需求没有被满足，或者呢他的想法一直没有机会说出来，到最后也因为这样的状态累积久了，当他有一天他不想要再主动适应那么多，你觉得另外一个人会不会因为这样开始反弹？就有点像关系里面的边界感。对，有点像我们之前谈的那一集，因为一开始界限就在那，你现在没有做的每一步都代表你不够爱，所以他反而就会因为这一个策略搭配出来的一个副作用，就是说，如果今天我是主动适应的人，可是这个主动适应里面，我并没有在关键的时刻，比方说我有什么需求，我其实也希望你重视什么，甚至呢，我是有脾气的人，对，我看什么事我是会看不过眼的，如果这些他的界限他都没有讲，因为他习惯适应对方，那很有可能这样的思考也会造就了到后来那一个局面让两个人都不好沟通，对，因为他其实是一个心态的变化。所以刚刚谈的第一个是总是主动适应别人，在过程当中我都没有去提到我自己的需要，而对方认为这个就是应该的，到后来这个人感受慢慢累积久了受不了了，他开始越来越多的情绪在积压，其实两个人在对话就相对变得不顺，而当他想要改变减少他的主动适应了，对方也会因为这样判断的这个就是变了，没那么用心了，没那么在乎了，那就造成一连串原本只是要沟通的题呢变成是关系相处的题。第二个我觉得比较要留意的风险是，如果我今天是主动适应别人的这一个，那我在适应他的过程会不会到后来当有一天我自己状态不好，而我心里有需求，可是呢我会觉得还是不要麻烦他好了，还是我自己吞就好，对，因为我比较习惯是主动适应别人，让别人好的感觉，对不对？可是当有一天我有需要别人的关心，有需要别人让我静一静，可是呢我连那个想要说出口的想法我都会自己自责，有一种愧疚感。所以关于第4点这一个结论呢，我还是想要归纳一下因为我们谈的其实主动适应没有不好，对，就是主动适应这一个是可以对关系来说是可以带来相处上很舒服很愉快，对不对？而我们唯一要小心的就是刚刚讲的第一个是因为主动适应带给对方这个好的感觉，可是对方万一是一个没有发现原来你做那么多，而且你在主动适应他的状态，调整你自己的过程当中，你有需求你也没有跟他说，慢慢的当你的情绪累积越来越多，你不愿意做了，或者你开始有些情绪压不住了，这个都会让对方，因为你的起点不是在很后面，你的起点是在很好的地方，而这一个往后退，他的不适应也会造成你们两个沟通没那么顺。所以其实我觉得结论是这样就是主动适应我都觉得这个算是你比较有这一个 EQ， 然后算是有雅量愿意这样做，那同时如果要让你愿意这样做的这一个好意能够为你带来好结果，你就记得自己有想法有底线，你还是要为自己坚守，在相处的过程中该为自己发声的时候，该去告诉对方你需要什么的时候，也请你千万不要客气。那怎么说呢？跟他说我虽然我很不愿意做这个，但是我为了你我愿意做这个，你也要看到这样子吗？我觉得如果是真的要跟对方说，好，我们假设一个情况原本过去就是顺着他顺着他，然后要去哪都 OK 这样，然后甚至回到家他生气的，然后我们就可能就看情况再来讲，可是呢哪天其实我也在生气哪天其实我心里也过不去，那我也可以为我自己说，我说我觉得今天我自己对于这件事我是真的是有情绪的，这是事实，对，所以我今天也不觉得我能够在尽可能去给你呼呼的情况下我承受得住，真的不行，对，所以我觉得该讲还是要讲，如果对方真的因为这样要吵，我觉得也就吵了，可是呢我觉得那个所谓的吵或许他会是在这段关系里面，因为你看如果我们今天这样说了告诉对方我们自己的需求可是对方却觉得我们是要找他吵架对不对？或者是什么情绪勒索我之类的，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只要能够去确认我们的说话方式完全都没有否定贬低指责的意味对，我单纯就只是很如实的告诉你说
我真的感受是这样，我的状态是这样，嗯这也是坦诚的一种，对不对？而嗯我在坦诚告诉对方我的表情是平静的，我真的没有任何惩罚对方的心，文字上也没有，而对方因为这样还要再跟我们吵，那你就吵吧。可是我觉得还是好好吵啊，如果真的要有比较激烈的对话，把想法都讲出来，可是没有带有人身攻击，而是真正要把我们心里一直希望被看见被尊重的事情说出来。我觉得有些时候在关系当中1、2次这样的探讨，我觉得没什么不好。吵架也是要练习。对，因为我觉得有时候不吵那个感情不会好，你不觉得吗？没有啦，就是不吵一下不证明说我们吵不散这样啊。要挑战一下是不是？对对对。最后一个呢是以后再说，就是以后再说这个词啊，说了太多次就没有以后了。哦，因为我觉得这一个比较像是，如果有一天我很重视一件事，我很希望可以讨论一个结果，而对方就会跟我说我现在在忙，以后再说啊，以后也没有说。对，比方说有一个人很希望他跟他的伴侣可以一起去做什么，而那一个人总是跟他说以后再说。如果这样的次数累积非常多次，他很有可能传递的一个讯息是，好像我的需求我重视的点在你的世界优先层级都是排在比较后面的事，甚至可以无视的点。这里就回到我一开始有谈的一个概念，一段关系从很好到后来慢慢的变得不好沟通，甚至有一个人慢慢不说，这过程一定伴随着2个东西重复发生，一个是伤害反复发生，第二个是失望反复的堆叠。对，因为那一个以后再说，其实在堆叠也是一种失望，它看起来没有直接的攻击，可是都是其中一方不断的感受到我的需求我的想法都被放在很后面，甚至连需要花时间探讨都没有。我觉得以后再说这一题啊，重点是在那个以后有没有再说，就是有没有真的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我讲一个很不知道可不可以用这个例子来举例，就是像我爸爸他很忙，然后我阿姨可能她会比如说她会说她想要吃什么东西，那我爸都会当下就说啊要加个供，再说。可是这样你阿姨不就都要等1年之后才可以吃晚餐？可是他是有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的，比如说他可能2、3天后，然后他在办事情或者是他工作的途中突然看见这个东西有在卖，他就会顺手带回来给他，他是有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的。哇，那你爸其实是高手耶。真的吗？对，因为他知道满足要延迟。是这样吗？是这样吗？这是我曾经有看过的，就是干嘛呢？别人说要什么你就给他什么呢，这时候你就变成是一个予取予求的人。可是如果你今天是别人要什么，有时候你当下愿意给，有时候你过3天再给，他就会说哇，原来你有记得我的需要，好像是你对我很有用心。哇，你爸真的是高手。我们下次邀请爸爸来上节目好吗？是他真的当下很忙啊。对啊。然后可是他当下那讲的那个语气会让你觉得没得谈的那种感觉，可是他是真的有放在心上这样子。我觉得这个补充很适合当这一集一个很重要的总结，就是因为以后再说这4个字其实没有问题，真正有问题的是以后没有再说。对，所以呢，我觉得如果以着第5个我们要用一句话去破解它的风险，你就记得有心是最重要的。对，当你是真的有心去为对方思考，你是有心去考虑说接下来这件事该怎么办，或者他跟你探讨这一个点，你的想法是什么，即便你不要，你都会告诉他为什么，而你可以做的是什么。当你是有在讲这些事，那个以后再说其实没有那么大的问题。对，而且刚刚香宇也补充了他爸爸的那一招，我觉得那一招是蛮值得偶尔用一下。我不是要教你诈。所以其实聊到这边，我想大家应该会发现这5个情境呢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2个人都以着自己觉得对的方式在跟对方对话跟相处，而当我们因为认为自己是对的，所以我们就更容易在相处的过程中去忽视了某些沟通的时刻已经种下了一些受伤的因子。而因为我不认为那个叫伤害，或者我不知道那个当下我应该为自己说，或者我不觉得我需要调整一个相处方式去让那个伤害不会再发生，所以那些伤害在我们的眼皮底下一直在累积，直到有一天那个关系慢慢就变化了。
所以最后这里我想要跟大家讲一个好消息，很多同学有在敲碗的，就是到底什么时候可以推出伴侣沟通的线上课程。因为我过去开的所有的课程，要么是实体课程，要么是直播课程，可是呢，有些同学都碍于他的时间不一定可以上到那么久，所以这里我想要跟大家公布一个好消息，我们伴侣沟通的线上课程现在已经在制作中了，所以预计最快有机会在4月份的时候就上线。而且呢，这次的伴侣沟通课程，我会把很多拆解沟通当中常见的误会如何去破除，怎样对话才是好的，甚至呢，如果要跟一个人沟通，我要跟我另外一半协调，我该如何去准备，可以让我沟通成功、协调成功的几率变高。我甚至把这一个我过去在跟别人对话的这一个逻辑脉络变成是一个工具，让你可以去分析。所以呢，这样的课程预计在一段时间就会推出哦。所以如果你们想要得到第一手的消息，拿到超早鸟的卡位优惠，记得可以先订阅我们的电子报，我们到时候会第一时间把优惠资讯传给有订阅电子报选择要卡位的同学。好，那这一集我就聊到这边哦。我是 Jaco， 我是香云，我们下次再见，拜拜，拜拜。